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欧豪抱着赵丽颖风吹半夏首播口碑出炉了，收视率一针见血。11月27日，风吹半夏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开播，本剧由赵丽颖、欧豪主演，这是赵丽颖的最新力作。该剧自未上映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。据了解，这部电视剧不仅在内容上精挑细选，在演员阵容上也是精心安排。这部电视剧是一部以90年代为背景的年代剧，集中展现了90年代背景下企业家们不畏艰难、敢于拼搏的创业精神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演员赵丽颖饰演的民营企业家许半侠和欧豪饰演的童潇齐白手起家，最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这部剧以电视剧的形式向观众阐述了90年代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，充满正能量。希望这部电视剧也能给当代年轻人带来一些启发，激励新一代年轻人成为敢于创业、敢于拼搏的企业家。片头的审美很有质感，导演的拍摄手法抓住了观众的眼球。那个年代滤镜效果表现不错，有看电影屏幕的画面。一是剧情用倒叙的方式介绍人物，先是赵丽颖从监狱里接欧豪出狱，然后是钢三角如何联手成就一番事业。第一部从收废品站开始，商业头脑很有见地，所以他们不拖泥带水，靠节奏引用这个主题的核心，中间穿插了几首怀旧的歌曲，感觉时光飞逝，连女主的几套服装和发饰都做得很好。可以看出这部剧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去拍摄的。剧情主要是对钢铁背景下主要人物的职业版图，女主的飒爽英姿、干练实干尽显无疑。钢三角不是传统的面部角色，尤其是在酒局文化中，这是对赵丽颖和欧豪的对话印象深刻，很幽默，有那种相处方式，虽然不是很相配，但是很舒服。欢喜之后，赵丽颖在这部主旋律作品的状态和演技的转换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，至少从目前的剧情和表现可以看出，尤其是剧情稳定，编剧只要不掉队，稳定下来就会有好的成绩。好真实的触动心酸的代入点是半夏给各位老总送礼的那段时间，每逢过节正是这样拉了一车的礼物，照着单子一份一份的送到别人手上。别说各位老总了，连会计、计价员、保管员都没落下过，那份身心疲惫，开公司的苦有多少？所以成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27日晚，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杰光主演的《风吹半夏》在浙江卫视破0.4收视，在江苏卫视破0.34收视。风吹半夏成了救命稻草，这才是第一天，赵丽颖是如此有竞争力，卫视排名第一。这部剧展现了90年代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，充满正能量。希望这部剧情也能给当代年轻人带来一些启发，激励新一代年轻人成为敢于创业、敢于拼搏的企业家。你们期待这部剧的更新吗？2. 风吹半夏首播超预期，许半夏精明，裘碧正老练，泪点是童潇齐。电视机《风吹半夏》仅仅播出4集，拿下多个榜单第一，可见赵丽颖本人的号召力。为了给本剧宣传，剧中主演也是连线讲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不过该剧的演员阵容的确令人啧舌，看到欧豪、任重、李光洁等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拿男主剧本的演员。作为一部女性成长的电视剧，剧情飞快有电影般的质感，既给人一种真实又高级的感觉，整体下来还是超出预期。赵丽颖饰演商场油滑人物许半夏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社交狂人，尤其是在参加钢铁交易会的时候，
为一位老总都准备了礼物，即使面对已经忘记自己是谁的老总，依旧笑料相迎，并且重新介绍自己是谁。在遇到老熟人冯玉后，又是另一副样子。深谙商场之战，知道一个女人想要在钢铁行业闯出名堂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她才把雪碧代替酒，还一再说自己要多喝点，让武建设带着自己一起做生意。赵丽颖把这种情绪外放大开大合适的角色演绎得非常到位，用一种风趣的方式来演创业史。许半夏是商人，但是跟奸商二人却扯不上关系。他是有点小聪明，在童潇琪把井盖拿去变卖之后，知道童潇琪母亲生病之后，直接让小陈拿出钱来帮助他，甚至还帮他把井盖都还了回去。裘必正这个许半夏嘴里的秃瓢也是十分老练，利益至上，在遇到许半夏的时候，直接把自己的难题说了出来，希望许半夏能够帮助自己查账本。在许半夏答应了之后，走进会场的时候，甚至提出与许半夏分开走，果然是个谨慎的人。在武建设提出有5吨废钢的时候，饭桌上的冯玉、裘必正，也包括许半夏在内，眼睛里充满了光亮。可是武建设话锋一转，把他们单独留在国内，自己一人前往国外的时候，裘必正的脸上瞬间变了，不再想参与了。武建设自然也是人精，看到大家阴沉的脸，立刻松口，大家一起去。于是裘必正立马表态，想要一起合作，简直就是人精。不过全剧中最多的泪点却在童潇琪这。许半夏开车来接刚刚出狱的童潇琪，怕他饿，实现准备了吃的，本想聊点什么，结果童潇琪却说吃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，这是规定，可见还没有走出在监狱时的状态。童潇琪这个角色显然是个比较悲剧的角色，母亲生病，为了医药费不惜偷井盖来变卖，因为许半夏，他才有钱给母亲付医药费，因为他才偷偷把卡车从车厂开出来，只是为了感谢许半夏。当其被车厂开除的时候，童潇琪是沮丧的，因为他失去谋生职业，可是许半夏却要带着他一起创业，童潇琪简直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。这段戏份有被欧豪的演技感动到，情绪转换非常巧妙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在童潇琪祭奠母亲的时候，他给许半夏跟小陈磕头，让二人感到有些错愕。童潇琪一直都是非常感恩的人，所以对于许半夏的决定，他只问怎么干，而不是能不能干。为了能让许半夏把堆场给赵磊看，童潇琪不得已再次做错了事情。从监狱出来之后，童潇琪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感恩许半夏。面对这个新的世界，事业是许半夏给的，莫名的戳中了很多人的心酸泪。风吹半夏整体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细节也处理得不错，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当属人民币了，是一个时代独有的样子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上亿版本的人民币，还有当时比较火的车子。剧中哪个角色对你的触动更大呢？